2019年10月18日，在印度与孟加拉国边境帕德玛河发生了这么一件事：3名印度渔民越境捕鱼，被孟加拉国的边防军当场逮住并扣押。孟加拉边防军放了其中2个，只留下了1个继续审问。走了的那2名渔民一回国就立马将情况上报给了印度，印方当即派人前来谈判，谈判地点定在了河中一个小岛上。结果可能两边派来的人脾气都不太好，谈判没谈妥就罢了，双方竟抄起了家伙展开了交火。一番子弹慰问之后，印方吃了亏，1名警官死亡，还有人因此受伤。而这只是孟加拉与印度闹矛盾的一个缩影。显然，孟加拉国跟印度的关系似乎并不太融洽。那么问题来了，孟加拉国跟印度之间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双方的症结缘何而来？1947年，英国离开了南亚次大陆，将这块大英女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归还给了印度。但本着搅屎棍的本性，走之前英国还不忘做个局，通过所谓的蒙巴顿方案，将这颗明珠一分为2，分别构成了如今的印度与巴基斯坦2国。很快，巴基斯坦就不得不面对2个麻烦：一是印度对巴基斯坦的独立相当不满，双方存在严重的领土纠纷，尤其是克什米尔归属冲突已不可避免；二是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省与巴基斯坦的主体地区相隔甚远，两地想从陆上往来，还得从印度境内通过，早晚会出现麻烦。果然，1947年10月27日，巴基斯坦刚独立2月，就因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跟印度打了起来。巴基斯坦的体量相较于印度要小得多，打起来吃了不少亏。战争之后，巴基斯坦国力大为削弱。紧接着，巴基斯坦对东孟加拉省的经营又加剧了自身的分裂趋势。原来，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就向东孟加拉省提出了强制推行乌尔都语的要求，但东孟加拉长期都有着自己的孟加拉语文化，强制要求换成国语势必会遭到抵制。显然，巴基斯坦没有意识到孟加拉文化对于孟加拉地区的重要性。1952年2月，孟加拉省的达卡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强制推行官方语言的抗议。对此，巴基斯坦政府出动了警察镇压，这一下孟加拉人彻底失望了。1955年，巴基斯坦把东孟加拉省更名为东巴基斯坦省。可这时候，东孟加拉已经愈发不认同自己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省，并且有了想独立的念头。巴基斯坦与东孟加拉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省宣布脱离巴基斯坦管辖，成立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立即宣布不予承认，并迅速出动军队镇压，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爆发。另一边，印度不但立马表示了承认孟加拉国独立，还积极吸纳那些被因巴军镇压而逃亡的孟加拉国人，并帮助这些人组织起了一个流亡政府。战争初期，巴基斯坦对于孟加拉国的进攻是占优势的，但巴基斯坦未能取得速胜，加上印度一直在背后小动作不断，导致战争拖到了6月之后的雨季来临。战争无法进一步展开，等雨季停了，孟加拉也缓过来了。11月底，对于巴基斯坦更糟糕的消息来了，印度直接参战了，即第3次印巴战争爆发。12月，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全面猛攻，印军兵分2路2线作战，17万大军进攻孟加拉地区的9万巴军，另30万大军直奔巴基斯坦，硬刚其25万主力军。战争过程不再赘述，最终结果是巴基斯坦军队被吊打，孟加拉国独立。1972年1月，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这正中印度下怀。早在孟加拉国独立之前，印度就答应给孟加拉国提供技术培训、军事培训，给孟加拉国吃下定心丸。在孟加拉国成立之后，印度又率先表示承认，以示诚意。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对孟加拉国外交的声援及物质上的帮助，无疑是给了孟加拉国一剂强心针。同年3月，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亲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签订了期限为25年的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内容包括主权问题、领土边界、贸易问题、安全问题等等。孟加拉国跟印度也进入了一段蜜月期，成为印度的重要盟友。但好景不长，印巴2国之后也走上了相互扯皮的道路。印度有多缺水，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干净又卫生的饮食，以及印度缺厕所、不洗澡的新闻。据统计，2018年印度13亿人中有6亿面临着缺水困境，显然印度非常缺水。因此，印度最大的河流恒河肩负着哺育两岸土壤和人民的重要使命。印度在恒河水上游，孟加拉国在恒河水下游，这便是印驻恒河头，孟驻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恒河水。1975年，印度为了关照小老弟孟加拉国，与其签订了关于恒河水共享的临时决定。根据协议，印度和孟加拉国采取了分水制度。结果刚签完没多久，孟加拉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被封为孟加拉国父的穆吉布拉赫曼被杀，齐亚拉赫曼政变上台。值得一提的是，齐亚政府更亲巴基斯坦。
印度自然不乐意孟加拉国当他的面清吧，于是宣布刚修建好的法拉卡水坝立刻投入运行。恒河水经过法拉卡水坝之后，在恒河旱季时，流进孟加拉国的恒河水从每秒1415立方米缩小到每秒283立方米，直接少了4%。孟加拉国的水资源愈发紧张。孟加拉国也没办法了，打又打不过，只好求助于联合国。两国的水资源争端这才稍微有所缓解。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和协商，双方于1996年签署印孟关于在法拉卡分配衡水河的条约，将衡水河进行了更详细的分配。但水资源分歧仍未完全解决。2003年，印度宣布要搞内河联网工程，欲模仿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搞北水南调以解决干旱问题。其中，印度计划将51条流入孟加拉国的河流全部加入印度内河之中，届时相当一部分的印孟共享水源将会被截断。这孟加拉国能忍吗？但面对孟加拉国的强烈抗议，印度选择了无视，摆明的恃强凌弱，欺负老实人。况且印度人每天在恒河又喝又拉又洗澡又乱排，本就水资源短缺的孟加拉每天接收的还都是印度河流下的臭水，这能不反感印度吗？印度和孟加拉的纠纷还有飞地问题，这要追溯到300多年前莫卧儿帝国时期的两个不靠谱的王公。这两个王公，一个叫比哈尔，一个叫兰格普尔，这两人皆是赌棍，常常拿自己下属区域的村庄作为赌注来下棋打牌，结果造成双方在彼此治下有100多个飞地。300多年后，印度与孟加拉国因为这笔糊涂账纠缠不清，飞地的数量也各有各的说法。飞地地区没有基建，飞地人民没有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虽然孟加拉国独立时跟印度的关系还不错，但关于飞地的纠纷恩怨已经持续了数十年，难以弥合。1996年，谢赫·哈希纳当选孟加拉总理，他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孟加拉国父穆吉布·拉赫曼。上台后，哈希纳积极改善印孟关系，与印度展开沟通协商飞地问题。但哈希纳在谈的同时，飞地地区人民依然在受着气。飞地不仅影响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非常影响国家在对方国民心中的形象。从上世纪末到2015年，孟印双方领导人签订陆地边界协议，两国都在致力于通过土地交换解决飞地问题，但依然有很多当地人对土地交换非常反感。同时，如何帮助这些长期是化外之民的飞地居民认同国家，也是一个长期待解决的课题。孟加拉国家虽小，但人口密度位列世界第一，人口压力巨大。1972年，上千万来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涌入印度，这些移民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教徒。而移民的大量涌入挤压了印度当地居民的生存空间，也冲击着当地的就业环境。大家应该都看到过印度火车上挂满了人的场景。印度虽然较孟加拉国来说人口压力稍微小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印度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了。也因此，从孟加拉国移民到印度，大概相当于一个索马里乞丐跑到邻国埃塞俄比亚要饭，好不到哪儿去。印度对于印度教徒移民的态度还好，但对于穆斯林教徒移民则相当反感。比如，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就对孟加拉移民非常敌视，称他们是土地掠夺者、入侵者等。长期以来，印度与孟加拉的国界含糊不清，基本孟加拉国人能进来，阿萨姆邦的人也能过去。于是，阿萨姆邦的人常常跑到孟加拉国境内从事印度分裂活动，让印度人非常头疼。并且，孟加拉国还吸纳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这相当于背后捅印度刀子。印度也因此对孟加拉国日渐反感，因此开头那些小规模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微妙的，虽不像印巴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分歧，但却私底下都在使暗劲。甚至孟加拉国民众认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国防威胁是印度。这点看地图便不难理解。孟加拉国作为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领土几乎被印度全部包围，两国有长达4096公里的边界线。摊上这样一个邻居，孟加拉国自然是坐立不安。但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我还是希望两国都收起锋芒，尊重彼此主权与领土。有什么矛盾坐下来商量着来，对南亚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在这个世界上，一提到人口大国，人们第一反应是中国、印度、美国，而世界人口排名第4的国家就是印度尼西亚。这是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领土最大的国家，有 2.62 亿人口，大小岛屿17500余座，连接着亚洲与大洋洲，相当于同纬度下整个中非地区。按印尼的人口基础，理论上应该能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可印尼的历史似乎并没有多少人会去领会。印尼也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究其原因，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印尼是一个集可怜、可恨、无奈于一身的宗教国家。
印度尼西亚虽然拥有万余座岛屿，可真正适宜人类居住的仅有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苏拉威西岛以及爪哇岛这4座大岛。印尼的土著大多都集中在爪哇岛，成为在爪哇岛上第一批原住民。到了公元3世纪，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印度尼西亚迎来了第一批印度移民。这些移民不仅给印尼带来了人口增长，也带来了宗教。彼时佛教发展并不兴盛，到了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通过航海将穆斯林教传入印尼。相比于以慈悲为怀的佛教，穆斯林教的教义更符合封建社会领土扩张的需要。一直到13世纪，印尼新科沙里王国以及马诺巴歇封建帝国中，穆斯林一直是印尼的国教。一直到15世纪，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率先发现了印度尼西亚。到了印尼后，葡萄牙人才发现，原来在本国贵如黄金的香料，在印尼竟然遍地都是。贸易的高昂利润让欧洲商人们纷纷来到印尼，想通过香料赚钱。然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动机比较纯粹，只想做贸易，而真正的狠人是荷兰。1596年，荷兰入侵印度尼西亚4座主岛，在1602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在马鲁古群岛中的安汶岛建立起公司总部。东印度公司不仅仅是一家商业公司，还是拥有行政职权的政府部门。公司大量攫取香料，倒卖到欧洲，同时建立殖民统治的雏形。荷兰人将印尼的粮食集中统一管理，然后缓慢开粮，制造饥荒。印尼的农民们最后因为饥饿，不得已成为了荷兰人的奴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其实是荷兰近代殖民历史上最赚钱的一次殖民，几乎零成本的种植香料让荷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印尼创造出的财富也帮助荷兰在世界进一步进行殖民扩张。漫长的压迫统治也让马鲁古群岛的原住民心生不满，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跟荷兰人进行反抗。尽管印尼人民做出过一系列反抗，印尼在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虽然荷兰人侵占了印尼，但是印尼人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文化思想，印尼人普遍认为外族的入侵终将受到君主的惩罚。同时，待时机成熟后，荷兰人也应该受到应有的代价。到了19世纪，全世界工业化迅速起步，传统农业生产效率逐渐落后。为了跟上世界工业化的节奏，荷兰人准备在印度尼西亚普及教育，以培养素质较高的工人为荷兰服务。教育到哪里都是好的，然而荷兰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教育也让印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有了文化，人们就要考虑闹革命。如果说文盲是殖民地的局限，那么扫盲就是殖民地的末日。到了20世纪初，印尼各处爆发过大规模独立运动，让荷兰在印尼的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是他们的精神核心，这样让现代的印度尼西亚成为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国家，远超伊斯兰文明核心的中东地区。荷兰的残暴专政到了1934年就停止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的荷兰在东南亚已经打不过日本。经过2年的战争，荷兰与印度尼西亚终于签署协议，协议让印尼摆脱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同时在过渡期内，苏加诺与穆罕默德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政府。1950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即成立。从此，印尼也像泰国、菲律宾一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印尼前半段历史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印尼人是比较可怜的，靠着自己的努力摆脱一个又一个侵略者，最后终于走向独立。这本来是一个很动人的励志故事。然而建国后的印尼，可恨之处才开始慢慢展现出来，以至于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印尼的罪行。最初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400多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尼的华人总人口已经突破了1000万，占总印尼人口的 5%， 可以说华人是印尼人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华人文化也成为了印尼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建国后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总统苏哈托的带领下，对华人的态度开始越来越不友好。原因有2方面，一是在2战后的世界秩序中，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的主旋律，而印尼坐拥马六甲海峡，亚欧航海贸易的必经之路，所以现代历史中印尼的地理位置格外重要。美国、苏联都想争取这块关键的海上关隘，从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经历过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华人开始上升到新一轮重视程度。既然中国本国的华人万不能欺负，海外华人我不能欺负吗？于是印尼在获得多方面美国援助的同时，也让苏哈托抵制华人在印尼的一切贸易活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交恶，苏联对海外的华人也有了提防，这让印尼政府不得不对华人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华人在印尼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华人来到印尼后，苏哈托政府要求华人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参军，同时不允许华人建立医院、学校以及新闻媒体。走投无路的华人们如果想在印尼生活下去，只能从商，
于是包揽了各种商业活动。从文明对比上来看，中华文明的层次要远远高于印尼的文明，无论从人的文化素养与聪明才智都远胜于印尼本地人。简单来说，华人的表现动了印尼人的蛋糕，这让印尼总统苏哈托非常不满，种族主义思想正在印尼生根发芽。论种族主义的制造者，西方国家可是非常内行的。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与美国联合在印尼制造了各种排华言论，经过2年的传播，仇华情绪已经深入人心，印尼华人的生活开始举步维艰，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困难。商业上遭人歧视，校园里华人孩童遭到老师的打骂与校园暴力，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是否要回到中国。中国的态度对印尼华人是十分欢迎的，外交部表示随时欢迎华侨回国。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政府因为仇华思想是不愿意给华人国籍的。中国政府表示，凡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如果没有印尼国籍的话，将允许华侨落入中国国籍。华人们为新中国的态度所感动，许多华人都打算日后归国。可是，一切的向往将在1959年打破。中国紧急联系东南亚的他国船只，不惜一切代价停靠印尼港口，接华侨回国。当时的中国海军实力还比较落后，一时间也无法派出足够数量的海军前往印尼撤侨，所以只能动用一切外交关系，联系东南亚海域的外国船只，帮助撤侨行动。许多华人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港口，在港口上有中国、英国、挪威等各国的船只，都是接他们回家的。最后到1969年年初，印尼共计有6万侨民回到了中国，但还有几十万城市里的华侨留在了印尼继续生活。最开始人们只认为这种仇华事件只是一时的，忍一忍就会过去，然而事情一年比一年严重，因此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又可怜又令人憎恨的国家，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这笔血债不能忘记。一个依靠宗教执政的国家，最后也必然会被时代与真理所淘汰，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